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热血、最残酷的254年，也是一个名将如云、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。如果说春秋还残存周礼，那战国则彻底信奉丛林法则。这里不怜悯弱者，只信奉强权。这里没有永恒的盟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从三家分晋到围魏救赵，从五国伐齐到血战长平，战国不仅仅是七雄逐鹿的此消彼长，更是华夏文明在漫长乱世中的一次涅槃重生。本视频将拨开历史迷雾，带你重温这段热血沸腾的历史。提到战国，很多人有疑问，同样是东周乱世，为什么非要分成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？而这分界点又为何是三家分晋这件事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还得从周朝的贵族秩序说起。在春秋时代，中原大地像是一场待刃的贵族竞技场，那时候的人们依然生活在周天子划定的秩序框架内。诸侯之间的战争以争霸为目的，战争更像贵族间的决斗。这一时期，血缘决定权力，哪怕家臣手握大权，表面上也得遵从国君；哪怕大国再强势，争霸时也得扛着尊王攘夷的旗号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旧的贵族秩序在晋国开始松动。自晋文公设立三公六卿起，六卿逐步架空晋国，牢牢掌控了晋国的军政大权。到了春秋末年，晋国君主早已沦为傀儡，对韩、赵、魏、智、范、中行六家毫无约束力。六家为了争夺权力和土地，刀兵相向。范氏与中行氏率先出局，剩余四家之中，智氏势力最强，成为晋国的实际掌控者。智伯瑶掌权后愈发强势，强行胁迫韩魏两家割让领地，两家敢怒不敢言。可当他将贪婪的目光投向赵氏时，却遭到拒绝。被拒绝的智伯瑶怒不可遏，立刻拉上韩魏两家，合兵围攻赵氏根基地晋阳，企图一举攻灭赵氏。赵氏眼看就要覆灭，危急时刻，赵襄子暗中派张孟谈潜入韩魏军营，一番苦心游说道：今日智伯瑶能灭赵氏，明日就会对韩魏两家下手。于是韩魏最终选择倒戈，与赵氏联手突袭智氏，智伯瑶被杀。公元前403年，周天子正式册封韩、赵、魏为诸侯，晋国法理上被三家瓜分。三家凭借自身实力，正式获得周天子承认，打破了天子封诸侯、诸侯自卿大夫的等级秩序。这无异于告诉天下，只要拳头够大，臣子可以杀掉国君，取而代之。从此天下再无底线。紧接着，战争的逻辑变了，失去了晋国这个巨大的平衡器，中原陷入了无休止的乱战。为了不被淘汰，各国开始竞相变法。这种变革让国家从贵族分权转向了君主集权，平民百姓通过杀敌或支持登上了舞台。进入战国时代，战争由争霸战转向兼并战，原本点到为止的贵族阵仗演变成通过大规模杀伤人口来夺取领土、不死不休的总体战。自此，中国历史跨入了以实力为唯一标尺的战国时代。随着晋国被韩、赵、魏三家瓜分，战国之初，东周境内形成了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秦、越8个大国并立的局面。三晋当中，魏国的开局并不顺利。魏国在立国之初，接连在对外战争中失败，处境窘迫。为了扭转颓势，魏文侯果断打破常规，广纳贤才，任用法家代表人物李悝，推行变法，革除旧制，盘活封建经济，又提拔岳阳、吴起等名将，革新军制，训练军队。这套精准的组合拳，让魏国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各领域全面崛起，迅速成长为战国初年的强国。公元前419年，魏文侯以吴起为主将，打响了对秦的第一次河西之战。吴起治军严明，战术卓绝，率领魏军在河西战场一路势如破竹，轻易撕开秦军经营多年的防线，随后直扑渭河平原咽喉阵地。秦国急忙调重兵驻守阵地，又令河西守军截断吴起退路，企图瓮中捉鳖。吴起异常镇定，他率军在阵地与秦军正面决战，凭借过硬战力大败秦军。而另一边，魏国太子击趁秦军河西主力倾巢而出，防线空虚之机，率领魏军连夜渡河，一举攻破秦军重镇樊庞，大批魏军顺势攻入秦国境内。此后2年，吴起逐步肃清秦国在河西的所有据点，魏国完全掌控河西之地。不久后，吴起又率军北征戎狄，
向北拓展土地。魏文侯在此设上郡，魏国疆域大幅扩张。就在魏国对秦捷报频传时，邻国赵国却陷入了困境，在与中三国的战争中节节败退，最终只能向魏国求援。中三国由白狄后裔所建，春秋末年悄然崛起，战力不容小觑。公元前408年，魏国刚平定河西战事，便派岳阳率军远征中山。训练有素的魏军仅用3年就成功攻灭中三国。但颇具讽刺的是，魏国占据中三国后，对赵国形成的战略压制反而比中三国更大了。变法后的魏国实力碾压其他诸侯，魏国不仅在第2次河西之战中再败秦军，更在与齐、楚等大国的交锋中屡占上风。魏国的成功像一颗石子投入湖面，引发了连锁反应，掀起战国初期第一波变法浪潮。楚、齐、秦、韩等国纷纷效仿，争相通过变法强国。原本就错综复杂的诸侯争霸格局，自此进入白热化阶段。相比晋国的变化，齐国的变化有些特殊。早在齐桓公时期，陈国公子完因国内动乱流亡到齐国，在此改姓田氏。其后裔极富谋略和远见，一边靠着大斗借出、小斗收进的方法收揽民心，一边悄悄打压齐国公室和其他卿大夫势力，逐步控制了齐国的军政大权。后来，田和干脆将齐康公放逐到海岛之上，彻底架空将其统治。直到公元前386年，田和被周天子册封为齐侯，田氏齐国正式取代姜齐，齐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。而此时，魏国已然崛起，给新生的田齐带来了不小的压力。公元前356年，齐威王任用周忌等人推行改革，对内整顿吏治，对外发展经济，硬生生把齐国打造成了富甲一方的强国，其实力仅次于魏国，成为东方举足轻重的力量。与此同时，西方的秦国也经历着一场巨变。秦穆公当年称霸西戎后，秦国国力便一路下滑，到了战国初年，又在2次河西之战中不敌魏国，被夺走了战略要地河西之地，处境岌岌可危。这种颓势直到秦献公、秦孝公时期才逐渐扭转。公元前356年起，秦孝公先后任命商鞅推行2次变法，废井田、讲耕战、民法度，让秦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，从一个边陲弱国一跃成为能与齐、魏抗衡的西方强国，为日后东出争霸奠定了根基。齐、秦2国一东一西快速崛起，夹在中间的魏国可就坐不住了。虽说魏国仍是当时的头号强国，但它国土分散，地处中原腹地，四面受敌的地缘劣势十分明显。公元前354年，赵国主动挑衅，攻打了魏国的保护国魏国。魏惠王随即派庞涓为将，联合宋魏2国出兵围攻赵国都城邯郸。赵国危在旦夕，急忙向齐国求援。齐国内部一番争论后，定下了坐山观虎斗的计策，先让魏赵2军相互消耗，等魏军疲惫不堪时再出兵。于是到了第2年，齐威王才任命田忌为主帅，孙膑为军师，率领齐军主力驰援赵国。孙膑一眼就看穿了战局，关键魏国长期攻赵，主力进出，国内空虚，与其直奔邯郸硬拼，不如声东击西，围魏救赵，直捣魏国都城大梁，逼魏军回师救援。而齐国出兵后，原本依附魏国的宋魏2国也见风使舵，倒向了齐国。随后齐军兵分2路，一路联合宋魏军队进攻魏国襄陵，另一路则直指魏都大梁。为了迷惑魏军，孙膑特意让淄博、高唐2地的守军去佯攻防守严密的平陵。这平陵易守难攻，齐军强攻自然失利，成功让魏国将领误以为齐军指挥无能，不堪一击。紧接着，孙膑又派轻装战车直奔大梁城郊，故意激怒魏军。此时魏军刚攻破邯郸，还没来得及休整，庞涓便急忙率领主力回援大梁。而孙膑早已率领齐军主力在庞涓回师的必经之路桂林设下埋伏，一举击溃魏军先锋，还生擒了庞涓。就在魏国在东线疲于奔命时，秦国也趁机发难，出兵攻打魏国西部，先后攻占少梁、安邑、固阳等地，魏国瞬间陷入2面夹击的困境。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魏国毕竟是老牌强国，并未因桂林之战一蹶不振。这一战并没有击溃魏军主力，齐军也没真正进攻大梁，赵都邯郸依旧被魏军掌控。
公元前352年，魏惠王联合韩国出兵，击败了包围相邻的齐、宋、魏联军，齐国被迫求和，庞涓之后也被魏国赎回。第二年，魏惠王以归还邯郸为条件，逼迫赵国与其结盟。稳住东线后，魏国集中兵力向西反攻秦国，不仅夺回安邑，还包围了固阳。秦国无奈之下，只能议和，归还了此前占领的魏地。公元前344年，魏惠王在冯泽召开诸侯会盟，魏国的强盛之势得以暂时维持。可好景不长，仅仅2年后，因为韩国拒绝出席冯泽之会，还转而投靠齐国，魏惠王大怒，派军进攻韩国，在南梁大败韩军。走投无路的韩国再次向齐国求救，于是围魏救韩的战役正式打响。等到魏韩两国打得精疲力尽时，齐威王再次派田忌、孙膑率军伐魏救韩。孙膑故技重施，率军直奔大梁，再次点中魏国的死穴。眼见即将攻克韩国，却又被齐国搅局，魏惠王怒不可遏，决定集中力量教训齐国。他火速撤回攻韩军队，命太子申和庞涓共同领兵，直奔齐军而来。孙膑早已摸清庞涓的性格，既蔑视齐军，又急于报桂林之仇，于是定下减赵之计，故意营造齐军士卒大批逃亡的假象。他还提前在马陵利用险要地形，挑选1万名善射的弓箭手埋伏在道路两侧，约定夜间以火光为号，万箭齐发，又让人剥去路旁一棵大树的树皮，在树干上写下“庞涓死于此树之下”8个大字。庞涓率军追击齐军数日，见齐军步步退却，还每天都在减少军兆，便武断地认为齐军斗志涣散，逃亡过半。他心急冒进，丢下步兵主力，只率骑兵精锐昼夜兼程追击，一路追到了马陵。此时天色已黑，庞涓看到剥皮的树干上有字迹，却模糊不清，便命人点起火把照明。火光刚起，齐军的弓箭就如暴雨般倾泻而下，魏军毫无防备，瞬间溃不成军。庞涓自穷力竭，见败局已定，愤愧之下拔剑自杀。齐军乘胜反攻，大败魏军主力歼敌8万，还俘虏了魏军主帅太子申。经此一役，魏国元气大伤。马陵之战后，魏国陷入被动，齐、赵、秦3国趁机轮番攻魏。此时的秦国经过商鞅变法，早已今非昔比。秦军接连在西鄙之战和暗门之战中大败魏军，魏惠王被迫割让河西部分土地求和，商鞅变法的成效得以检验。可商鞅自身却没能善终。公元前338年，秦惠文王继位，那些因新法丧失特权的旧贵族纷纷发难，诬陷商鞅谋反。秦惠文王为了缓和内部矛盾，下令诛杀商鞅，但他深知新法的价值，依旧坚持推行变法。稳住局势后，秦惠文王继续东进伐魏。公元前330年，秦军在雕阴大败魏军，魏国被迫割让全部河西之地。随后，秦军又接连攻占河东多地，魏国无奈再度割让上郡15地。秦国彻底占据黄河以西，还在河东建立了东晋基地，实力大幅攀升。楚国本是春秋老牌强国，虽在春秋末期遭吴国重创，国势一落千丈，但经楚昭王、楚惠王数十年苦心经营，国力逐步恢复。时间来到楚悼王在位时期，吴起因遭魏武侯猜忌，在魏国无立足之地，转而投奔楚国，凭借过人才能，很快获得楚悼王的重用。楚悼王任命吴起主持变法，核心直指旧贵族势力，打击世袭特权，改正遗风，整肃军队。这场变法成效显著，楚国迅速崛起，南平百越，北并陈、蔡、阙3晋，一时威震诸侯。不过到了公元前381年，楚悼王病逝，楚国旧贵族趁机发动叛乱，乱箭射杀吴起。新即位的楚肃王为了稳定朝政，不得不废除吴起部分变法举措，楚国的变法大打折扣。到了战国中期，中原的魏国深陷秦齐两面夹击的困境，日子过得举步维艰。为了破局求生，魏惠王采纳谋士惠施的建议，放下大国身段，变符折节，朝拜齐国。于公元前334年，与齐威王在徐州互相尊王，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徐州相王。而魏惠王的算盘远不止于此，他想借此挑起楚齐矛盾，引楚国攻齐，以坐收渔利，保全自身。最终这场政治博弈直接引发了齐楚徐州之战。
此时的天下，齐、秦两国一东一西双锋对峙，形成了两大霸权核心，两国争相拉拢诸侯，孤立对手，展开了激烈的势力角逐。而韩、赵、魏、楚、燕等国则夹在中间，在联秦抗齐与联齐抗秦的阵营中摇摆不定，谁也不愿轻易压住。至此，战国时期纵横捭阖的大幕正式拉开。就在这样的复杂格局下，两大谋略家相继登场，抛出了截然相反的战略主张。张仪提出连横之策，主张诸侯依附某一个强国，借强国之力攻打其他弱国，逐步兼并扩张。公孙衍则针锋相对，倡导合纵之术，号召天下弱国联合起来，共同对抗齐、秦这样的强国。一场影响战国格局的纵横之争就此轰轰烈烈展开。张仪投奔秦国后，凭借过人的谋略，深受秦惠文王重用。他率先出使魏国，试图游说魏惠王推行连横，依附秦国。可魏惠王虽国力衰退，却仍有几分骨气，始终不肯就范。游说失败后，秦国当即放弃怀柔之策，转而用武力施压。公元前322年，秦军大举进攻魏国，先后攻克曲沃、平州等地，不久又出兵突袭韩国，企图用武力逼迫两国臣服。秦国的强势扩张让东方各国深感威胁，合纵抗秦的呼声愈发高涨。公元前318年，魏相公孙衍挺身而出，牵头发起合纵联盟，成功联合魏、赵、韩、燕、楚五国共同出兵攻秦。为了分散秦军兵力，他还特意说服义渠国从侧背偷袭秦国，形成两面牵制之势。可这看似声势浩大的五国联军，实则是一盘散沙。楚、燕两国因地处偏远，受秦国直接威胁较小，出兵态度消极敷衍，全程观望不前。真正投入战斗的只有魏、赵、韩三国。联军一路推进至函谷关下，被早有防备的秦军一举击退。次年，秦将初里吉率领秦军在修鱼与三国联军展开决战，凭借强悍战力大破敌军，歼灭8万余人。第一次合纵攻秦之战最终以惨败收场。不过秦国也并非全身而退，其在西线与义渠的交战中未能取胜，双线作战的压力迫使他不得不暂时调整东进战略。秦惠文王将进攻重心转向西侧的义渠，先解决后顾之忧。就在此时，南方的巴蜀两国爆发混战，巴国不敌蜀国，急忙派人向秦国求援，这无疑给秦国送来了扩张的绝佳契机。朝堂之上，张仪与司马错曾有过争论，最终司马错的主张胜出，攻打蜀国，既能扩充辽阔领土，富足民生，又能以巴蜀为战略基地，日后顺江而下进攻楚国，一举多得。于是公元前316年，张仪、司马错率军南下伐蜀，顺利攻灭蜀国后，又顺势吞并巴国，将富庶的巴蜀之地彻底纳入秦国版图。第二年，秦国调集重兵，从东南西3个方向同时进攻义渠，连夺25座城池。义渠国实力大损，再也无力与秦国抗衡。经此两战，秦国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，不仅领土大幅扩张，还积累了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本，为日后东出奠定了基础。随着秦、齐两国通过变法相继崛起，反观楚国，虽坐拥千里沃土，人口众多，却深陷内忧外患的处境。为了改变困局，公元前317年，楚怀王再次任用屈原进行变法。屈原的变法仍以削弱贵族特权、强化中央集权为目标，同时极力维系联齐抗秦的策略。由于改革触动了旧贵族的利益，加之楚怀王听信了谗言，这次改革最终还是失败了。楚国变法虽打了折扣，但凭借地广人多的深厚根基，仍是战国舞台上的重要力量。随着秦、齐两国势均力敌，楚国的立场成了左右天下格局的关键筹码。当时齐楚结成同盟，这让雄心勃勃的秦国如芒在背，拆散这个同盟成了秦国的首要目标。公元前313年，秦相张仪主动请缨出使楚国，专门游说楚怀王，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就此展开。他向楚怀王抛出重磅诱饵，只要楚国与齐国断交，秦国便割让商巫之地600里作为回报。楚怀王贪图土地，轻易采信了张仪的花言巧语，当即下令与齐国断绝同盟。可当楚国使者兴冲冲赶赴秦国索取土地时，张仪却翻脸不认人，狡辩当初约定的只是6里地，压根没有600里之说。
楚怀王得知受骗，怒不可遏，当即发动丹阳之战，派将军屈盖率军进攻秦国商巫地区。而此时，楚国进攻韩国雍氏的战事仍在同步推进。就在秦楚激战正酣时，齐国趁机联合宋国攻打魏国，联军一路攻至主沼，天下局势瞬间变得错综复杂起来。面对楚军进攻，秦军兵分三路展开反击。中路的魏章率先在丹阳大败楚军，斩杀8万将士，还生擒主将屈盖。随后，魏章率军西进，与西路甘茂秦军会合，一举攻占楚国汉中600里土地。东路的初里吉先是协助魏章击溃屈盖所部，又向东反攻楚将景翠楚军，并大获全胜。随后火速驰援魏国，在濮水一带打败齐宋联军，秦国一时间连连获捷，声势大振。就在秦国沉浸在连胜喜悦中时，不甘心失败的楚怀王趁秦军防备松懈，孤注一掷，下令全国总动员，集结所有精锐兵力，沿武关道北上猛攻秦国。这便是史料中记载的西国兵复袭秦。这场绝地反击完全出乎秦国意料。要知道，这是一场豪赌，楚军精锐尽出，后方空虚，随时可能遭其他诸侯偷袭。幸运的是，楚国的军事冒险在初期大获成功，不仅收回全部失地，还攻破武关，一路打到距离咸阳仅100里的蓝田。蓝田是防守咸阳的重镇，更是商巫之地北侧的重要关隘。秦国见状，急忙从全国调兵，集结于蓝田，与楚军展开决战。同时，秦国动用外交手腕，说服韩、魏两国出兵偷袭楚国后方。蓝田一战，秦军再度获胜。而此时，楚军精锐全在前线，后方南阳防守空虚，韩魏联军趁机攻占赵陵，直逼楚地邓城。楚军后路眼看就要被切断，腹背受敌之下，楚军已无可能在退路背断前击破秦军，只能连夜撤军，还被迫向秦国割地求和。经丹阳、蓝田两战，楚国精锐损耗殆尽，国力由盛转衰，至此一蹶不振。就在楚国深陷困境时，曾经称霸中原的越国也早已不复往日荣光。勾践之后，越国接连爆发弑君篡位之乱，国力日渐衰退。面对齐楚复兴，只能将都城从琅琊迁回南方。到越王吴江时期，越国实力大不如前，却执意要重振越国的霸业。蓝田之战时，越国曾援助魏国战船、箭矢等武器，这也让一直对越有觊觎之心的楚怀王找到了动手的借口。公元前306年，越王吴江原本计划北上伐齐，却被齐国侧室巧言诱骗，转而率军攻打楚国。而楚国早已布下天罗地网，此前已派昭华潜入越国5年，暗中煽动内乱，摸清越国虚实。越军进入楚国境内后，很快被楚军设伏歼灭，越王吴江战死。楚国顺势出兵吞并吴越之地，曾经称霸一方的越国就此覆灭。楚怀王也借着这场胜利暂时扳回一局，可这并未扭转楚国的颓势。蓝田之战后，楚怀王为了挽回局面，在齐、秦两大阵营间反复摇摆，举棋不定。灭越同年，齐国计划联合楚、韩、魏合纵伐秦。秦国为了瓦解同盟，一面与楚怀王联姻，一面将上庸之地归还楚国，成功拉拢楚国结盟。齐国、韩国、魏国因楚国背约大陆，联合出兵伐楚。楚怀王无奈之下，派太子熊恒入至秦国换取援军，三国才被迫退兵。没过多久，太子熊恒在秦国因私斗杀死秦大夫，随后偷偷逃回楚国，这直接导致楚国与秦国和齐国关系同时破裂。公元前301年，秦、齐、魏、韩4国组成联军进攻楚国。楚怀王派堂妹率军在垂沙迎战，结果楚军大败，堂妹战死，楚国王业以北领土全部丧失。同年，宋康王也趁机南攻楚国，夺取淮北之地，楚国处境雪上加霜。公元前299年，秦昭襄王假意邀请楚怀王到武关会面结盟，楚怀王一踏入武关，就被秦军当场劫持，押往咸阳。秦国以此为要挟，强迫楚怀王割让乌郡、黔中郡。性情刚烈的楚怀王宁死不从，最终被秦国囚禁致死，客死他乡。楚怀王的悲剧正是楚国由盛转衰的缩影。他在位期间，既有吞并越国的高光时刻，更有受张仪欺骗，在两大阵营间摇摆的昏聩之举，接连遭遇丹阳、蓝田、垂沙之战的惨败，致使楚国精锐尽失，领土锐减，国力耗竭，
这个曾经威震诸侯、地广千里的老牌强国就此彻底坠入衰落。燕国是周文王长子昭公氏的封地，是妥妥的西周老牌诸侯国。可让人意外的是，这个根正苗红的国家，在整个春秋时期几乎没什么存在感。唯一让我们熟知的，就得数齐桓公出兵帮他击退三戎了。那时候，两国可谓交情深厚，堪称诸侯邻里间的典范。可到了战国时期，这对老邻居因领土之争，动辄兵戎相见，成了不死不休的冤家。公元前321年，燕国迎来一位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君主燕王哙。他见相国子之才干出众，竟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，效仿上古禅让，将王位主动让给子之。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太子平。公元前314年，太子平联合将军氏被发动叛乱，燕国陷入内乱，朝堂分裂，战火纷飞。远在齐国的齐宣王敏锐嗅到可乘之机，当即派将军匡章率军伐燕。齐军借着燕国内乱、人心涣散的势头长驱直入，仅用50天就攻破燕国都城蓟城。燕王哙和子之双双死于乱军之中。可齐国的趁火打劫很快引起赵、韩、秦、楚等国警惕，在各国联合施压下，齐军不得不撤出燕国。经此一事，燕国与齐国彻底结下梁子，两国从此势同水火。后来，赵国出面拥立在韩做人质的公子职回国继位，被称为燕昭王。燕昭王继位后，重用乐毅主持国政，整顿吏治，积蓄实力。原本积贫积弱的燕国渐渐走上强盛之路。恰逢此时，北境的东胡部落频繁侵扰，成了燕国的后顾之忧。公元前300年前后，燕昭王命大将秦开率军北击东胡，以肃清边患。秦开率领燕军自西向东，从归水河流域起兵，挥师密云，横扫雨水、鲍秋水流域，一路斩关夺隘，势如破竹。东胡部落节节败退，燕军乘胜追击1000余里，直抵经西辽河上游，彻底平定北境。不久，秦开再率部东渡辽水，征伐箕子朝鲜，拓地2000余里，将辽宁全境及朝鲜半岛部分区域纳入燕国版图。随后，秦开效仿赵国修筑长城，建成西起赵阳，东抵襄平，绵延2000余里的燕国北长城，还在新拓疆土上设上谷、渔阳等5郡，疆域跃居各国前列。此时的中原、齐、秦等国刚刚在垂沙之战中大胜，秦国趁机将兵锋转向韩、魏两国，接连夺取多座城邑。齐闵王不愿坐视秦国独大，垄断中原利益，一心想借合纵之力削弱强秦。恰巧此时，受秦昭襄王猜忌的田文仓皇逃回齐国。在他的积极推动下，齐、韩、魏3国于公元前298年结成同盟，挥师西进，进攻秦国。联军一路势如破竹，竟一举攻破了秦国易守难攻的天险函谷关，兵锋直逼严氏。秦国被迫割地求和，此战暂时遏制了秦国东扩的势头。第2次合纵攻秦的大胜，让田文名声大振，使齐闵王心生忌惮。后来，齐闵王借田甲劫王事件，刻意嫁祸田文，田文走投无路，被迫出走魏国，并出任魏相。齐魏两国由此反目成仇。秦国敏锐捕捉到这一裂痕，趁机与齐国重新交好，为再次东侵中原铺平了道路。公元前294年，秦国找准时机出兵攻打韩国，攻克新城。当时的局势非常微妙，韩国疆域被秦国不断蚕食，国力衰弱，只能依附魏国自保。魏国虽已不复当年霸主之威，但仍是中原大国，仍有一战之力。两国都清楚，单独对抗秦国无异于以卵击石，于是决定抱团求生，组成联军，共同反攻秦国东出的咽喉要地伊阙。伊阙地势险要，两山对峙，伊水中流，是韩国都城新郑、魏国都城大梁的西北门户。一旦失守，中原将彻底向秦国敞开。韩魏联军总兵力达到24万，以魏国大将公孙喜为主帅，韩国将领鲍渊协同，兵力雄厚。而秦国这边刚刚启用了一位日后威震天下的将领白起，他临危受命，率领的秦军兵力不足联军一半，看似处于绝对劣势。白起登高观察战局，发现了韩魏联军的致命弱点。虽然联军兵力占优，但内部貌合神离，各存私心。韩国兵力弱，希望魏军先出战；魏国想保存实力，又指望韩军打头阵。两军互相观望，互不配合，看似强大，实则一盘散沙。抓住这一破绽，白起采用避实击虚、各个击破的计策，
他先以少量兵力牵制迷惑正面的韩军，让韩军误以为秦军主攻方向在此，不敢轻举妄动。随后亲率秦军主力绕到联军侧后，对魏军大营发动突然袭击。魏军毫无防备，面对秦军的突然袭击，很快溃败。主将公孙喜当场被俘。解决魏军后，秦军前后夹击韩军。韩军见魏军落败，斗志全无，很快也全线崩溃。此战秦军大获全胜，一举歼灭了韩魏两国的精锐主力，两国被迫献地求和。接连的胜利让秦昭襄王的野心愈发膨胀，他不再满足于称王，索性自称西帝，还派人尊齐闵王为东帝，企图拉拢齐国共分天下。各国见状惊恐不已，极力破坏秦的连横同盟，而这些国家中就包括燕国。燕昭王派苏秦出使齐国，苏秦的核心任务便是离间齐与秦、赵的关系，为进攻齐国铺路。他一边怂恿齐闵王攻打宋国，以此消耗齐国国力，一边游说齐闵王放弃帝号，牵头合纵攻秦，刻意拆解秦齐同盟，一步步将齐国推向孤立。这时候的齐国，经过齐威王、齐宣王的苦心经营，国力越来越强。到了齐闵王时期，与秦国一东一西，势均力敌。急于扩张势力的齐闵王，在苏秦的怂恿下，把目光投向了地处中原腹地的宋国。宋国虽然是个中等国家，但地理位置关键，还坐拥陶邑这样的天下名都，谁都想咬一口。可齐闵王不管不顾，经过3年苦战，到公元前286年，终于攻灭宋国，天下为之震动。这一下彻底捅了马蜂窝。灭宋这件事直接触动了所有诸侯国的核心利益，秦国地位受到威胁，韩、赵、魏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目标。这时候，燕国的复仇机会终于来了。秦、赵、韩、魏、燕5国组成联军，一场针对齐国的大战逐渐酝酿成熟。5国联军组建后，推举乐毅为上将军，统一指挥全军，总兵力约20万，而齐国的总兵力只有15万，还因为连年灭宋征战，士气低落。再加上齐闵王刚愎自用，这就为齐国的战败埋下了伏笔。公元前284年，5国联军在齐国西部的灵丘集结，然后迅速向齐国腹地推进。齐闵王急忙派大将处子率领10万主力，在济水西岸迎战联军。处子知道齐军士气低，数量占劣势，主张坚守济水防线，消耗联军的锐气，等联军疲惫再反击。可齐闵王急于求胜，不仅严令处子主动进攻，还以处子的家人威胁他，处子彻底心寒。等战斗打响时，处子直接鸣金收兵，听到撤退信号，联军趁势猛攻，齐军很快溃散，处子弃军逃走，从此杳无音信。齐军主力覆灭后，5国联军就开始各怀鬼胎了。韩国国力最弱，本来就是为了自保，见齐军已败，没必要再耗着，直接率军回国。魏国最关心的是夺取被齐国占领的宋国土地，于是率军南下，攻占了宋国大部分疆域。秦国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夺取最富庶的陶邑。派蒙骜率军直奔陶邑，把这块肥肉占为己有。赵国则趁机攻占了和自己相邻的齐国冀西地区，扩大了自己的东部疆域。而乐毅则率领燕军主力一路直奔齐都临淄，齐闵王则带着亲信逃到了莒城，向楚国求援。楚国表面上答应救齐，派大将闹齿率军赶到莒城，实际上是想趁乱夺取齐国的淮北之地。毕竟淮北本来是楚国的地盘，齐国灭宋后占了过来。闹齿到了莒城后，直接杀了齐闵王，夺走了淮北之地，楚国也成了这场大战的额外受益者。乐毅攻占临淄后，连破齐国70余城，偌大的齐国只剩莒和即墨2座孤城坚守。即墨大夫战死后，田单被军民推举为城守，率领众人顽强抵抗，与燕军僵持5年之久。乐毅久攻不下，只得改用包围战术困守即墨，战局陷入焦灼。就在这胜负难料的关键时刻，燕昭王突然暴毙，燕惠王继位。这位新君主早就与乐毅不和，田单抓住机会，立刻实施了反间计。他派人散布谣言，称乐毅故意缓攻即墨，实则想在齐国自立为王。燕惠王本就猜忌乐毅，一听这话，当即下令派齐杰取代乐毅，召他火速回国。乐毅深知回国必遭迫害，无奈之下转身投奔了赵国。乐毅一走，田单立刻筹备反攻，一场惊天奇迹即将上演。他收集了1000多头牛，在牛角绑上利刃，牛尾系上浸满油脂的芦苇。深夜时分，田单点燃芦苇，驱赶火牛直冲燕军大营。
燕军从睡梦中惊醒，见火光冲天，火牛狂奔而来，顿时惊慌失措，乱作一团。田丹率领5000精锐紧随其后，趁乱猛攻，燕军大败，主将齐杰当场被杀。田丹乘胜追击，沿途齐国百姓纷纷响应，逐一收复被燕军占领的城池，最终迎立齐襄王复位，成功光复齐国。虽说齐国得以存续，但经此一役，元气大伤，彻底丧失了与秦国抗衡的资本，战国格局也随之发生根本性转变。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楚国，楚怀王被秦国扣押，客死他乡后，秦楚两国结下不共戴天之仇，关系彻底破裂。伊阙之战后，秦昭襄王更是气焰嚣张，写信给楚顷襄王，语气强硬地挑衅道：楚国背叛秦国，秦国将率领诸侯联军讨伐楚国，一决雌雄。楚顷襄王畏惧秦国威势，被迫再次与秦讲和，但父亲被骗致死的仇恨始终在楚顷襄王心中难以释怀。表面臣服秦国的同时，他暗中派人与各国联络，密谋再次合纵抗秦。秦国很快得知了这一消息，决定先发制人，一场针对楚国的毁灭性打击燕郢之战即将爆发。公元前279年，白起亲率数万秦军大举伐楚，他率军沿汉江东下，一路势如破竹，迅速攻克楚国战略要地邓城，兵锋直指楚国别都鄢城。鄢城距楚都郢城极近，是拱卫郢都的最后一道生死屏障。楚人集结全国精锐，重兵死守，誓要与城池共存亡。秦军猛攻多日，仍难破城，于是白起下令开凿渠道，引沂水灌城，滔天江水倒灌入城，城中军民死伤惨重。鄢城陷落之后，郢都再无屏障，秦军顺势挥师南下，一举攻破楚都郢城。楚顷襄王惊慌失措，只得仓皇向东北溃逃，被迫将都城迁到城地。秦国趁机扩大战果，彻底占领楚国的黔中郡和乌郡，将楚国西部大片领土纳入版图。此战中，此前被派往西南开拓疆土的楚国大将庄丘，因秦军截断归路，于是率部在云南滇池一带自立为王，建立滇国。鄢郢一战，楚国核心领土大片沦陷，宗庙被焚，楚国更加衰弱了。赵国地处北方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交界地带，一边要提防中原各国的虎视眈眈，另一边还要应对北方胡人的袭扰劫掠，处境艰难。战国初年，赵国一直被中山国牵制，常年不得安宁，最后还是借魏国之力才将其铲除。可短短数十年后，中山国成功摆脱魏国控制，再度成为赵国的心腹大患。到了赵武灵王时期，为打破被动局面，他在与胡人的多次交战中深受启发，大胆做出一个颠覆传统的决定，效仿胡人的作战方式，推行胡服骑射改革，抛弃中原传统的步兵主导模式，大力发展骑兵部队。这一改革成效立竿见影，赵国军事实力大幅飙升。从公元前307年起，赵武灵王耗时12年，彻底攻灭中山国，还接连击败灵狐、楼烦等部落，收编大量胡人军队，开拓云中、雁门、代3郡。赵国一跃跻身战国强国之列。公元前299年，正值壮年的赵武灵王突然做出决定，将王位传给儿子赵和。他的本意是想让赵和坐镇朝堂，处理国政，自己则卸下政务重担，全身心投入对外军事斗争，实现生胡服将士大夫西北掠胡地，而欲从云中，九原直南袭秦的远大抱负。可理想终究敌不过现实的残酷，他这番看似周密的设想，非但没能让赵国更加强盛，反而激化了国内矛盾。最终，赵武灵王在沙丘之乱中被赵和围困在宫中，被活活饿死，一代雄主落得悲凉结局。赵武灵王的悲剧落幕之后，赵国并没有就此衰落，反而迎来了一段黄金时期。朝堂之上，君臣同心，一大批名将扎堆涌现。赵奢善治兵，蔺相如人舌战群雄，廉颇勇冠3军，赵胜贤明好客，李牧威震北疆。正是这一批人臣干将，撑起了赵国的鼎盛，让赵国一跃成为3晋之中当之无愧的领头羊。此时，天下格局也在悄然改变，魏国、齐国、楚国相继走向衰落，再也无力与秦国抗衡，而秦国则趁机步步紧逼，不断蚕食中原各国的领土。可北方赵国的强势崛起，成了秦国东进之路的最大障碍。秦、赵两国的较量，并没有立刻诉诸武力，而是先在外交场上展开了暗战，完璧归赵，免辞相会。这2场家喻户晓的外交事件，看似是礼节往来，
实则是双方暗中较劲、相互试探的生死博弈。可即便秦国费尽心机，在这2场交锋中，终究没能从赵国身上讨到半分便宜。吃了亏的秦昭襄王心中暗暗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找个机会狠狠打击赵国。于是，一场堪称闪电战典范的经典战役——华阳之战即将上演。秦国在五国伐齐时占领陶邑，将其作为秦相魏冉的封地，成为秦国的一块飞地。为了打通本土与陶邑的通道，切断燕赵与楚韩之间的联系，粉碎各国合纵抗秦的图谋，秦国将进攻的重心转向魏国。自公元前275年起，秦国接连出兵攻魏，夺取魏国多座城邑。魏、赵两国不愿坐以待毙，于公元前273年联合进攻韩国重镇华阳。韩国向秦国求援，秦相魏冉一看，这正是削弱三晋、巩固自己封地的好机会，随即以白起为主将，领兵驰援韩国。而另一边的魏赵联军仗着秦军从关中出发，路途遥远，笃定他们短期内赶不到，防备松懈。可他们万万没想到，白起最擅长的就是出其不意。他带领秦军开启了每日100里的急行军，放弃了多余的粮草辎重，轻装急进，只用了短短8天时间，就突然出现在了华阳城下。魏赵联军阵脚大乱，在秦军的强大攻势下迅速溃败。此战魏国被迫割让南阳求和，秦国也给了赵国一个下马威。此后，魏人范雎投奔秦国，向秦昭襄王献上了精准毒辣的远交近攻策略。秦国加大了对赵国的攻势。公元前270年，秦昭襄王以赵国不履行换城协议为借口，派秦军突袭赵国御宇。赵惠文王当即任命赵奢领兵救援。赵奢深谙兵不厌诈之道，出征后故意示弱避战，彻底麻痹秦军主力。随后趁秦军不备，率领赵军昼夜急行，奔赴御宇，抢先占据战场制高点。秦军仓促应战，被动挨打，最终大败而归。御宇之围成功解除。这一战让赵奢一战成名，也让秦国此后数年对赵国不敢轻举妄动。到了公元前262年，秦军奉命攻打韩国野王，一举截断了韩国上党郡与本土的联系，上党郡沦为孤立无援的飞地。韩王惊恐万分，连忙请求献出上党郡，以求秦国息兵霸占。可上党郡郡守冯亭不愿束手降秦，暗中谋划借赵国之力抗秦，索性将上党郡17座城池全部献给了赵国。这一下难题就落到了赵孝成王手里，一块送上门的肥肉，接还是不接？接必然会引爆秦赵两国的正面冲突，不接这么大一块疆土，诱惑力实在太大，根本让人难以抗拒。这时平原君赵胜站了出来，力主接纳上党。他直言不讳，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得到17座城池，这等好事何乐而不为？秦军虽说强悍，可也曾败在赵奢手下，更何况赵国有廉颇坐镇，他最擅长防守，这胜负还真不好说。最终赵孝成王没能抵挡住诱惑，下令接受上党郡，同时派大将廉颇率领大军驻守长平，严阵以待，就等秦军来犯。时间来到公元前260年初，秦昭襄王命左庶长王和率军攻打上党，很快就攻占了西上党地区。而这边廉颇早已在长平构筑起了3道坚不可摧的防线。第一道是空仓岭，这里山势陡峭，地势险要，是天然的防御屏障。廉颇还在空仓岭东南河谷修筑南北2章城和光廊城，3城互为犄角，彼此支援。第二道防线依托丹河东岸地势构建，韩王山和大凉山地势险峻，易守难攻。赵军驻守于此，既能居高临下监视秦军动向，又能便捷接收后方补给。最后一道是百里石长城，北至长平关，南至马鞍鹤，是赵军的大后方与退路保障。同年4月，王和率领秦军向长平赵军发起猛攻，长平之战正式爆发。秦军先锋从端氏向东进攻空仓岭防线，双方互有损失。不过，在秦军长时间的强大攻势下，空仓岭防线的赵军很快支撑不住。到了6月，秦军强攻突破高平关，并乘胜攻下南北2章城和光廊城。赵军第一道防线宣告失守，被迫退守丹河防线。初次交锋，赵军战处下风，多名都尉战死。廉颇觉得硬拼绝非上策，于是他果断调整战术，采用以守为攻的策略，在丹河东岸修筑营垒，任凭秦军如何挑衅辱骂，始终坚守不出。就这样，秦赵两军在丹河两岸对峙了数月之久。廉颇打算以逸待劳，消磨秦军锐气，再等待有利时机主动出击。然而，廉颇算准了敌人，
却没算准自家的米仓。持久战拼的不仅是军队战力，更考验两国的后勤补给能力。几十万大军的日常消耗，对秦赵双方都是巨大负担。如果我们深入当时的国际地缘政治，就会发现赵国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个无解的死局。首先，赵国为了这场战争，动员了45万青壮年奔赴前线。在那个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时代，这意味着赵国后方的劳动力严重不足。赵国本身就是个半农半牧的国家，后方只留下妇女和老人，苦苦支撑着整个国家的运转，早就撑到了生理极限。说白了，赵国当时根本不是在跟秦国拼刺刀，而是在跟饥荒赛跑，跑得赢还有一线生机，跑不赢只能坐以待毙。其次，赵国引以为傲的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打造的骑兵部队，可谁能想到这些战马在这场战争里却成了最大的吞金兽。长平是山地地形，骑兵在这里根本发挥不出优势，既不能像在草原上那样自由放牧，还得消耗大量的谷物来喂养，这对赵国的财政来说简直就是雪上加霜。更要命的是，当赵国发现自己撑不住的时候，曾向齐国求援借粮，可结果呢？因为赵国在渑池之会后频繁攻打邻国，早就把自己的名声耗光了，齐国想都没想就断然拒绝了。外援断绝，后方失血，赵国的处境雪上加霜。而赵国的对手秦国，经过多年的扩张，坐拥关中平原、巴蜀之地、江汉平原、南阳盆地和河东地区，这些都是当时最重要的粮食产区，人口数量和粮食产量都远超赵国。虽说秦国的补给线比赵国更长，但秦国已经占领河东地区数十年，运输补给虽然远，却能走水路，直抵一城一带，省时又省力。这么一来，秦赵两国的补给难度其实不相上下。简单来说，秦国是在用全国的力量供养前线的大军，而赵国却是在后方不断失血、外援断绝、米仓空虚的绝境下硬撑着。面对这样的困局，赵国内部商议对策，最终提出了2个方案：要么派人出使秦国求和霸占，要么联络其他各国发起合纵，一起抗秦。谋士于青一眼就看穿了求和的弊端，他劝谏道：如果派人去秦国议和，秦国必定会隆重接待，故意向天下人炫耀，让大家都以为赵秦两国已经和解。到时候楚国、魏国看到这种情况，肯定不会出兵救赵。等秦国摸清了各国不会援赵的底细，议和肯定不会成功。到那时候，赵军就真的必败无疑了。可此时的赵孝成王早已乱了方寸，根本没听进于青的谏言，执意派郑朱出使秦国求和霸占。而事情的发展也完全印证了于青的判断。秦国对赵时郑朱殷勤接待，却故意向各国散布秦赵已经和解的消息，而对议和的事情却只字不提。这一下不仅彻底断绝了赵国的求和之路，还让赵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。为了促使赵国临阵换帅，秦国又派人潜入赵国实施反间计，散布秦国只怕赵括的谣言。赵王本就对廉颇坚守不出失去耐心，便顺水推舟换上了赵括。说到临阵换帅，人们总在叹息赵王的短视，却忽略了赵国的无奈。当时的赵国国库见底，廉颇拖自觉只会拖垮赵国，而赵括的出击如同困兽之斗，是赵国最后的疯狂。秦昭襄王得知赵括换帅的消息后，心里乐开了花，却不动声色，暗中调武安君白起出任秦军主帅，同时在军中严守换帅的秘密，有敢走漏消息者格杀勿论。他这么做就是为了打赵括一个措手不及。赵括一接任主帅，就彻底推翻了廉颇的防守策略，按照赵王的指令，率领赵军主动向秦军发起了猛攻。可他哪里知道，秦军早已在丹河西岸的山丘上构筑起了坚固的营垒，就等着他自投罗网。白起见状，立刻下令让前沿部队担任诱敌任务，在赵军进攻的时候佯装败退，一步步把赵军引入秦军主力布下的袋形埋伏圈。赵括果然中计，下令赵军渡过丹水，乘胜追击，一路追到了秦军营垒之下。可任凭赵军如何猛攻，始终无法攻破秦军的营垒。白起抓住赵军主力出击，后方空虚的破绽，立刻分兵2路，一路是2.5万人的部队，沿着长平北侧的河谷，绕到百里石长城之后，突袭赵军后方，彻底截断了赵军的退路。另一路是5000人的骑兵部队，直插东昌河谷，将赵军主力分割包围。直到这时，赵括才恍然大悟，慌忙下令撤回丹河东岸，可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。
赵军主力被围困在韩王山山脚下的丹河一带，进不得，退不了，彻底陷入了绝境。秦昭襄王得知赵军主力被围的消息后，还是不放心，担心兵力不足，无法将其彻底歼灭。于是他亲自赶赴河内郡，下令加封当地百姓爵位1级，征调河内郡15岁以上的青壮年赶赴长平战场，专门拦截各国的援军和粮运，彻底断绝赵军的一切希望。到了9月，被围困的赵军已经断粮46天，军营里大量士兵饿死，突围不成的士兵甚至开始相互残杀为食，场面惨不忍睹。赵括不甘心坐以待毙，多次组织部队突围，可每次都被秦军击退。最终，赵括在一次突围中被秦军射杀。白起又降了剩余的赵军后，做出了一个震惊后世的决定。为了永绝后患，他下令将40万赵国降卒全部活埋，只留下240名年纪尚小的士兵放回赵国，以此震慑赵国朝野。说到这，很多人都会问，白起为什么那么冷血？为什么每次交战都嗜血成性，杀人如麻？白起冷不冷血，我们无从得知。但当时秦国的处境也很无奈。要知道，经过长时间苦战，秦国当时也已经到了举国断粮的边缘。40万降卒，每天的口粮都是一个天文数字。如果养活他们，只会拖垮秦国的大后方；可如果把他们放回去，那就是放虎归山。用不了多久，这些人就会再次拿起武器对抗秦国。更重要的是，秦军将士苦战3年，他们参军打仗，为的就是靠首级来换取爵位和土地。在当时冷酷的法家体制下，杀降其实就是对秦军这台战争机器一次暴力的利益补偿。说到最后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长平之战从来都不只是一场简单的胜负较量，它更是秦国商鞅变法与赵国胡服骑射的终极对决。虽然秦国也付出了伤亡过半的惨重代价，但这场战争让赵国元气大伤，精锐尽失。秦国东进之路的最后一个强劲的对手，终究还是倒下了。长平之战后，秦国国力碾压6国，各国再也无力单独抗衡秦国，合纵抗秦成了东方诸侯仅存的希望。战后，白起主张乘胜追击，一举攻灭赵国。赵国急忙派苏代贿赂并游说秦相范雎，刻意挑拨二人关系。范雎忧心白起灭赵后功高盖主，危及自身相位，便极力劝说秦昭襄王与赵言和，白起的灭赵大计就此搁置。到了公元前258年，秦国再度举兵围攻赵都邯郸，秦军久攻不克，损兵折将，赵国紧急向各国求援，魏楚2国随即出兵驰援赵国。可魏军素来惧怕秦国威势，行至邺城便停滞不前。危急关头，信陵君魏无忌为了救赵国，不惜冒险窃取兵符，亲率魏军奔赴邯郸，与楚军和赵军联合击退秦军，解除邯郸之围。而战功赫赫却背负千古骂名的白起，因不满秦王此前的决策，多次推迟领兵攻赵，触怒秦昭襄王，于同年被逼迫自杀，一代名将就此陨落。邯郸之战后，赵国转危为安，信陵君魏无忌却因窃取兵符，惧怕魏王降罪，索性在赵国居住10余年。就在这期间，秦国步步紧逼，相继攻灭西周国与东周国，又趁着信陵君滞留赵国，魏国群龙无首之际，接连攻打魏国。魏王无计可施，只得派使者请魏无忌回国主持大局。公元前247年，魏无忌回到魏国，积极派使者联络各国，发起了第4次合纵攻秦之战。他亲自挂帅，率领魏、韩、赵、燕、楚5国联军，在黄河以南大败秦军，打得秦军将领蒙骜狼狈逃窜，联军一路追击至函谷关下，魏无忌也因此威震天下。秦王畏惧魏无忌的威望，再度使出离间计，派人潜入魏国，刻意挑拨魏王与魏无忌的关系。魏王本就对这个弟弟心存猜忌，经此一挑唆，竟然派人取代魏无忌执掌兵权，5国合纵攻秦就此瓦解。魏无忌心灰意冷，从此沉迷酒色，不问政事，4年后便郁郁而终。时间来到公元前246年，秦王嬴政即位，依旧坚定推行远交近攻策略，不断蚕食韩、魏、楚等国的领土，6国生存空间愈发狭小。面对秦国的步步紧逼，东方各国深感唇亡齿寒。赵国将领庞卵力主合纵抗秦，很快得到楚国春申君黄歇的积极响应。这一次，联军吸取了前几次硬攻函谷关的教训，避开秦军重兵把守的函谷关，绕道防守相对薄弱的蒲坂，渡过黄河后迂回突袭秦国腹地。
联军一路势如破竹，穿插关中平原，直逼距离秦都咸阳不远的蕤城。秦国上下为之震动。吕不韦亲自率领秦军迎战。他分析联军态势，认为楚军远道而来，人马疲惫，又是这次合纵攻秦的主力，只要击溃楚军，五国联盟必然不战自溃。于是他集中秦军精锐，趁夜色掩护，对楚营发动突袭。楚军毫无防备，在秦军突袭下迅速溃败而逃。四国军队见状人心涣散，纷纷撤军，合纵联盟再度瓦解。此后，东方六国再也无力组织起像样的联合抵抗。秦国统一六国的大势已然不可逆转。历经春秋战国数百年的争霸与兼并，秦国已具备横扫六合、统一天下的能力。此时六国日渐衰败，秦国却国力蒸蒸日上。公元前238年，秦王嬴政果断铲除丞相吕不韦与长信侯嫪毐集团，正式亲掌朝政，开始周密部署统一六国的战争。在李斯等谋臣辅佐下，一套精准的战略策略应运而生，笼络燕齐，稳住楚魏，歼灭韩赵，再逐个击破，一步步推进一统大业。不过，秦国的统一之路并非一路无阻。赵国在战国中后期堪称秦国的劲敌，名将辈出，战力雄厚。前有赵奢、廉颇坐镇，后有庞暖、李牧接棒，其中李牧更是撑起了赵国对秦抵抗的最后一片天。早年间，李牧长期镇守赵国北疆，凭借深沟高垒、示弱诱敌的精妙战术，一举大破匈奴，让匈奴10余年不敢南犯，威名震慑塞外。公元前233年，秦国大将桓启率军东出上党，翻越太行山，深入赵国后方，接连攻占赤利、宜安两地，军锋直逼邯郸。危急关头，赵王急调李牧率军南下救援。李牧临危受命，率军于肥之战大败秦军，成功化解危机。可秦国岂会善罢甘休？次年便兵分两路再度伐赵，一路从邺城北上，欲渡漳水进逼邯郸；另一路由太原出兵，攻取狼孟后直扑番禺。李牧审时度势，定下难守北宫的妙计，先集主力北上，在番禺大败北路秦军，随后火速回师，与司马尚合兵夹击南路秦军。秦军不敌，只能狼狈撤军。与此同时，韩国在秦国多年蚕食下，早已沦为七国中版图最小的国家，却因地处中原要地，成为秦国最先攻灭的目标。公元前230年，类似腾率领秦军攻破韩国都城新郑，韩国覆灭，由此打响了统一六国的第一枪。灭韩之后，秦国将攻势重心再度转向赵国，派王翦率领3路秦军围攻邯郸，赵都陷入危局。好在李牧、司马尚等人率军顽强抵抗，秦军猛攻多日，仍无法破城，战局陷入焦灼。秦王深知李牧一日不除，灭赵便无从谈起，于是转而使出阴狠的反间计，以重金收买了赵王的宠臣郭开。被收买的郭开在赵王面前恶意污蔑李牧、司马尚图谋反叛，昏庸的赵王不辨忠奸，就罢免2人兵权，还下令处死李牧。李牧之死意味着赵国抗秦支柱的崩塌。仅1年后，秦军便攻破邯郸，赵国覆灭，唯有公子嘉逃往代地，建立代国苟延残喘。赵国一灭，燕国便直接暴露在秦国的冰封之下。燕王终日惶恐不安，眼睁睁看着秦国扫平三晋，兵锋直指燕国，却又无计可施。情急之下，燕太子丹想出了一条孤注一掷的险计，派荆轲刺杀秦王，试图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。这一年是公元前227年。虽然这场刺杀最终以失败告终，却险些伤及秦王。震怒的嬴政决定加快灭燕步伐。公元前226年，王翦率领秦军大举进攻燕国，燕代2国联军在易水河畔仓促阻击，却被秦军击溃。秦军乘胜追击，迅速攻克燕都蓟城。燕王喜与太子丹被迫弃城而逃，率领残部退守辽东。此时，秦国正全力筹备攻楚之战，便暂时放缓了对辽东的进攻。魏国地理位置关键，被称为天下之枢。秦国要南下攻楚，必先清除中间的魏国。公元前225年，秦王嬴政命王贲为主帅，率军伐魏。魏军依托都城大梁的坚固城防，闭城坚守，秦军久攻不下。王贲转而引黄河之水灌城，大梁城墙崩塌，魏王被迫出城投降，魏国灭亡。此时放眼天下，唯有楚国仍具备反抗秦国的实力，凭借广袤疆域和雄厚的兵力，成为秦国统一路上的最后一块硬骨头。
战前，嬴政召集众将商议灭楚之策。年轻将领李信意气风发，自诩只需20万兵力便可荡平楚国。这番话深得嬴政认可。而老将王翦深知楚国地大物博，民风彪悍，且有名将项燕坐镇，坚持认为必须动用60万大军才能稳操胜券。60万大军几乎是秦国的全部兵力，嬴政难免心存疑虑，于是任用李信攻楚。公元前225年，嬴政派李信与蒙恬率领20万大军南下攻楚，灭楚之战正式打响。初期秦军进展顺利，连破数城。李信领兵东进，计划与蒙恬在城父会师。可他万万没料到，项燕率领楚军悄悄尾随其后，追击3天3夜，趁秦军不备发起偷袭，大败秦军，连破2座营垒，斩杀数名都尉。李信狼狈逃窜，最后率领残兵退回秦国。经此一败，嬴政认清楚国的实力，便亲自请王翦复出，并调拨60万大军归其指挥。公元前224年，王翦率领60万秦军再度攻楚，项燕率楚军在平舆与秦军决战，可王翦却避而不战，坚守大营，养精蓄锐，静静等待战机。楚军久攻不下，又迟迟等不到决战机会，项燕无奈之下只能率军东撤。可这正是王翦等待的时机，他立马下令全军追击。楚军行至涡河岸边时被秦军追上，被迫仓促应战，大败而逃。秦军一路追击至祁南，斩杀项燕。随后秦军乘胜进军，直取楚都寿春，逐步平定楚国全境。立国800余年的楚国就此覆灭。公元前222年，王贲奉命率秦军相继攻灭代国和割据辽东的燕国残余势力，燕国和赵国彻底灭亡。而齐国自5国伐齐后元气大伤，此后一直无心参与6国合纵抗秦。在秦军相继攻灭赵、韩、燕、魏、楚的过程中，齐国始终置身事外，坐视不管，既不整军备战，也不修葺城防，一味苟且偷安。公元前221年，王贲率领秦军挥师东进，直逼齐都临淄，齐王不战而降，齐国灭亡。至此，秦国横扫6国，一统天下，结束了春秋战国数百年的混战局面。此后，秦国南平百越，北击匈奴，还修筑了西起临洮、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。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秦帝国形成了。秦灭6国，绝非单纯的兵戈征服，这一进程彻底终结了长达数百年的分封内耗，从物理层面的疆域合一，走向了书同文、车同轨的内在共振。秦朝建立的郡县制，将松散的血缘部落重塑为高度严密的行政版图，为2000年的中央集权体制奠定了政治基石。更深远的影响在于，秦开创的格局让中国从一个地理概念升华为一个文化共同体，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凝聚力与延续性。如今战国已远，但那个时代的故事、经典和智慧谋略，早已化作华夏文化中不灭的基因，岁岁年年，生生不息。